她是中國第一位皇後，第一任皇太后，並最終成為了中華帝國的第一任女性統治者。在史記中，她也與帝王同列，但這樣的輝煌背後，是她極盡病態的不安、歇斯底里的報復以及千瘡百孔的心理。而這一切都要從她那多少意外的婚姻說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但天下暗流湧動。一個名叫呂公的財主，為了躲避仇家，帶着家眷從砀郡三輔縣舉家搬遷至泗水郡的沛縣。呂公有一位二女兒，名叫呂雉。她出身名門，受過良好的教育，年輕貌美。在當時的婚姻市場上，她本可以有無數優渥的選擇，甚至連沛縣縣長都曾親自提親。然而，呂公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決定，他將呂雉嫁給了沛縣一名41歲的亭長劉邦。那時的劉邦不僅比呂雉大20歲，在當地還是個出了名的無賴，喜歡蹭吃蹭喝，甚至已經有了一個私生子劉肥。後世的史書為了神化劉邦，說呂公是因為會相面，看出劉邦有貴人之相。但撥開神話的外衣，真相可能更為殘酷。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異鄉財主，呂公急需本土勢力的保護，而劉邦雖然官職微小，卻是那種扎根本土、一呼百應的民間自治頭目。用現代的話說，他就是當地的黑幫老大。呂雉成了呂家為了融入本土、換取安全的抵押品。他的人生從此和這個41歲的無賴牢牢綁在了一起。婚後的呂雉展現了驚人的堅韌，她放下千金小姐的身段，操持家務，下田耕作，為劉邦生下了一兒一女。但劉邦在押送囚犯的任務中放走囚犯，自己躲進了沼澤地，成了朝廷的通缉犯。劉邦逃了，呂雉卻成了叛軍家屬，被投入大牢，甚至在獄中遭受了官員的調戲與侮辱。即便如此，呂雉在出獄後依然沒有拋棄劉邦，她獨自撫養孩子，照顧公公，甚至定期冒着生命危險去山裡給劉邦送飯。為了穩定劉邦那幫追隨者的心，呂雉還親手參與編造了一個政治神話。她說，無論劉邦躲在哪裡，她只要跟着天上的龍行雲氣就能找到他。此時的呂雉不僅是劉邦的妻子，更是他天命神話的始作俑者，是他最堅定的同謀。他把自己的一切地位、財富、信仰全部壓在了劉邦身上。隨着天下大亂，劉邦斬白蛇起義，這時呂雉的娘家人開始了第二次關鍵的注資。呂雉的大哥呂澤和二哥呂氏之帶着門客、金錢和武裝力量加入了劉邦的起義軍。而劉邦的好友樊噲，那個曾經殺狗的屠夫，也娶了呂雉的妹妹呂須，通過联姻成了劉邦的连襟，成了最忠誠與最核心的支持者。呂澤、呂氏之，包括樊噲，在劉邦的初期戰鬥中披堅執銳，英勇戰鬥，多次在危難時刻拯救了劉邦。比如鴻門宴上，正是樊噲手持盾牌闖入宴會，以驚人的勇氣威懾住了項羽，掩護劉邦從廁所逃脫，撿回了一條命。比如劉邦在彭城大敗之後，也全靠呂澤的3萬人馬才穩住陣腳。可以說，呂氏家族的全力支持是劉邦能夠在那場楚漢爭霸中存活下來並取得最終勝利的核心支柱之一。然而，呂雉的傾力付出換來的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公元前205年，劉邦在彭城遭遇慘敗，56萬聯軍被項羽的3萬騎兵擊敗，劉邦落荒而逃。在逃亡的馬車上，為了讓馬跑得更快，
劉邦竟然幾次三番將親生的一雙兒女踢下馬車。而呂雉和劉邦的父親則沒那麼幸運，他們被項羽俘虜成了人質，在楚營中被關押了整整28個月。在楚營中，呂雉聽到了讓他心寒的消息，項羽威脅要煮了劉邦的父親，劉邦卻在對岸笑着說：“請分我一碗湯。”這件事讓呂雉徹底明白，在劉邦的眼中，父子親情、結髮之情，在勝負面前都一文不值。如果連父親和孩子都可以犧牲，他呂雉又算什麼？在那段幽暗的囚禁歲月裡，來自沛縣的沈亦基一直陪伴在呂雉左右。這種共患難的經歷，使得沈亦基成為極少能夠得到呂雉完全信任的人。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以及握在手中的权力。當劉邦與項羽鴻沟议和後，呂雉終於被釋放。但當他身心俱疲地回到漢營時，他等來的不是補償，而是更深的背叛。劉邦身邊已經有了一位年輕漂亮、能歌善舞的戚夫人。史書記載，劉邦對戚夫人極度寵愛，他們形影不離。劉邦無論去哪裡，都會帶上他這位妃子。而呂雉呢？他再也沒有陪伴他去任何地方了。更糟糕的是，戚夫人也為劉邦生了一個兒子劉如意。公元前202年，楚漢相爭結束，項羽死了，劉邦贏得了天下，一個新的偉大的王朝漢朝建立了。作為他患難與共的正妻，呂雉得到了他應得的一個前無古人的頭銜——皇後。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被正式冊封的皇後。她的兒子劉盈被立為皇太子，他的哥哥呂澤、呂氏之、妹夫樊噲都因從龍之功而被封侯。呂氏家族的投資似乎獲得了100倍的回報，但這是一個冰冷的勝利。表面上，呂雉是帝國的女主人，協助劉邦處理國家事務，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實際上，她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戚夫人並不滿足於得寵，她積極鼓動劉邦廢掉呂雉的兒子劉盈，改立自己的兒子劉如意為太子。劉邦竟然同意了，他覺得劉盈太軟弱，而劉如意更像自己。這絕不僅僅是家庭矛盾，廢太子意味着劉盈和呂雉幾乎必然會被處死。當發現劉邦似乎願意為了新歡的眼淚犧牲掉原配時，呂雉被逼到了絕境。她發現，無論是她付出的青春，還是她娘家人的鮮血，在劉邦的新歡面前都顯得那麼廉價。為了保住兒子的地位，呂雉開始了反擊。她要向全天下，特別是向她的丈夫證明，她不是那個可以被隨便踹下馬車的弱者。她盯上了開國第一功臣韓信。當劉邦在外平叛猶豫不決時，呂雉果斷與蕭何合謀，將韓信誘殺在長樂宮。接着是梁王彭越，在劉邦手下留情將其流放時，呂雉卻假裝求情將其騙回，隨後誣告其造反，並將其處決。更恐怖的是，他將彭越的屍體剁成肉醬，分發給帝國的諸侯王。這是呂雉在對全天下的野心家說，這就是背叛我的下場。這也是在对她的丈夫劉邦說，你不敢做的髒活我來做，你不敢殺的人我來殺。你以為我軟弱，現在你看看誰才是真正的狠角色。但這依然不夠，自知時日無多的劉邦甚至加快了廢立太子的步驟。最後，在謀聖張良的建議下，呂雉請出了皇帝都請不動的商山4號輔佐太子。當劉邦看到這4位聖賢站在劉盈身後時，他知道呂雉的政治羽翼已經豐滿，自己再也動不了這個太子了。
他對着戚夫人唱出了那首悲涼的《鴻鵠歌》，承認了自己的失敗。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與何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曾卓，尚安所失。那隻天鵝就是皇太子劉盈，那雙羽翼就是呂雉為他建立的政治保護網。是商山四號，是呂氏家族，是滿朝元老。而那個手持弓箭卻無處可施的獵人，就是劉邦自己。這位開國皇帝在用他最後的氣力向他的对手，他的妻子呂雉承認失敗，但她丈夫最後的柔情，最後的眼淚，最後的安慰，全都給了另一個女人。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在長樂宮崩逝，在他偃旗的瞬間，呂雉的第一反應不是悲哀，而是穩定朝局。他甚至一度打算密不發喪，殺光所有功臣，以此來確保權力的平穩過渡。最終在同為當郡人的元老酈商的勸說下才作罷。呂雉成為了太後，她的兒子劉盈繼位。現在皇后退場，怪物現身。他首先清算的就是戚夫人，他剪去戚夫人的頭髮，讓她穿上囚服，再湧向舂米。當戚夫人唱起哀怨的歌，寄希望於兒子劉如意時，呂雉徹底爆發了。他先是毒死了只有13歲的趙王劉如意，然後對戚夫人施以慘絕人寰的酷刑，挖其雙眼，熏膿雙耳，毒啞嗓子，斬斷手足，並將其丟進廁所，取名人彘。當年輕的皇帝劉盈看到這一幕，並得知這就是昔日的戚夫人時，他崩潰了。他指責母親此非人所為，從此借酒消愁，不再理政，並在23歲時鬱鬱而終。劉盈的死並沒有讓呂雉停下腳步，在葬禮上，呂雉只有乾嚎卻無眼淚，直到陳平提議讓他的侄子呂產、呂祿掌握南北軍權，他才露出滿意的神色。為了繼續控制朝政，他挑出了一名劉盈與宮女的兒子，裝作是皇後的嫡子，並殺死了孩子的生母。從這一刻起，呂後正式臨朝稱制。她是事實上的中國第一位女性統治者，她的號令直接以本人的名義發出，無需假借皇帝之口。在她掌權的10餘年間，天下只知呂後，不知皇帝，甚至連《史記》都沒有記錄她擁立的第一個小皇帝的名字，可見無足輕重。也許是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作祟，在統治帝國的後期，呂後瘋狂地提拔呂氏家族，她打破了劉邦非劉氏不亡的誓言，封呂產、呂祿等人為王，甚至連他的親妹妹呂須都被封為列侯。而另一方面，他對劉邦的其他兒子又大力打壓，特別是劉邦私生長子劉肥所封的齊國，硬生生被一分為5。為了完全控制朝政，或者也是出於某種報復性的控制欲，他進一步採取了極其陰狠的策略，逼迫劉氏王侯娶呂家女子為妻。趙王劉友因為寵愛其他妃子而被呂後的女子誣告，最終被關在長安府邸，活活餓死。梁王劉輝因為寵妃被呂家王后毒死而絕望自盡。燕王劉建死後，呂後派人暗殺了他的唯一子嗣，改立呂通為燕王。到公元前180年，整個帝國的軍事和行政大權已幾乎全數落入呂氏之手。然而，權力的巔峰往往也是毀滅的開始。這一年的3月，呂後在出巡途中突感被一條黑狗撞擊腋下，隨即患病。占卜說是趙王劉如意的鬼魂作祟，但實際上他很可能是被瘋狗咬傷，患上了狂犬病。數月後，這位權傾天下、手染鮮血，卻也曾在亂世中苦苦求存的女性，在權力的最巔峰處落幕。呂後的一生是一部從犧牲到扭曲的悲劇。她曾是那個在田間勞作，在獄中受辱，在楚營為質的堅韌女性。
如果劉邦能給他哪怕一點點的安全感，如果那個時代的權力邏輯不是你死我活，也許他不會變成後人筆下的怪物。他殺功臣，廢幼主，治人質，這些惡名伴隨了他2000年。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也是一個極具天賦的統治者。他治下的漢帝國在連年的戰爭後得到了寶貴的喘息機會。官方史書不得不承認，他雖然臨朝稱制，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這是一個女人的復仇，也是一個母親的瘋狂，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一個被權力異化，最終與權力同化的悲涼靈魂。